婚姻登记条例就要修改了。8月12号，民政部公布了一个婚姻登记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按照中国的法律规定这个征求意见的期限呢是1个月，一直征询到下个月的9月11号，911哈。但是就这个修订条例公布之后，网民立刻就炸了。据说当天呢，就是这个民政部的网站就宕机了，很多人都拥到去坑里纷纷吐槽。这网民对这个修订意见稿的吐槽主要有2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发现说结婚变得比过去更加自由了，更加容易了。你比如说过去你结婚你必须拿户口本、身份证，还得必须在登记结婚双方中间一方的户籍所在地去登记结婚，但现在通通不需要了你只要拿着身份证，你在全国任何一个地方你都可以登记结婚。那很多网民就说了，那这不会增加骗婚、诈婚的可能性吗？因为过去你的婚姻状况多数都是在你的户口本里体现的。那你现在你不拿户口本，你只拿一个身份证，你写一个未婚声明，那别人骗婚怎么办呢？是吧？这是一个方面。说大家都说了，为了鼓励这年轻人，为了让年轻人结婚，这都不择手段呢。第二个方面就发现这离婚可难了去了。在新的这个婚姻登记条例里头就规定你离婚的话有2个方面嘛，一个是诉讼离婚，一个是协议离婚。协议离婚就是双方你都同意离婚，谈好条件了，到民政部门去登记离婚但是你现在你到民政部门登记离婚也不行，这个程序变复杂了。首先你得先申请，申请完对方受理，受理完之后就有1个月的离婚冷静期。这1个月的离婚冷静期中间，任何有一方反悔了，这个离婚登记程序就终止了。那么假如到30天之后双方都没有反悔，那你必须在30天的时间内到那个地方去申请领这样的一个离婚证对方来审核如果你不去，这个离婚的这个程序又终止了。那假如说你这个离婚程序终止了1个月之内，你还不能重新开始这个离婚的申请程序。所以这么一折腾，你看到了吗？90天过去了，如果你再走一遍就是180天，这离婚可比过去难多了那否则的话你就去诉讼离婚。所以大家你可以看到了吗？整个这个婚姻登记管理条例里头体现的这么一个立法精神就是宽进严出，就是你结婚变得更容易了，离婚变得更难了。那么为什么这个离婚登记管理条例要这么改？那么这么改要起到什么样的效果？这个效果又能不能达到呢？今天我们就聊聊这个话题。首先第一点这次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的修订其实它不是孤立事件，因为2021年的时候，中国制定了民法典，民法典里头呢就有一个家庭婚姻编。这家庭婚姻编里头实际上它已经对整个婚姻的登记包括离婚这些程序做了若干的规定，而这些规定呢已经开始实施了。但是民法典呢它是上位法，上位法你立法了之后，你作为一个婚姻登记条例，你必须相适应的进行修改。你就比如说这个离婚冷静期制度，这离婚冷静期制度在2021年的民法典里头就已经有了。所以其实你这个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只是为了配合上位法的制定你做的一个修订。那么紧接着大家就问了，那为什么2021年的时候民法典要制定这个婚姻冷静期呢？首先我这里要讲的，就这一次的婚姻登记条例里头关于这个离婚和结婚的那相应的立法精神其实在民法典里头都有相应的修改。不仅仅关于这个离婚冷静期就关于你诉讼离婚，其实的难度也增加了。你比如说现在很多那个民事律师就给我讲了，他说原则上来讲，你如果双方协议不成，你去诉讼离婚，这个程序一般来说你没有2年走不下来。为什么呢？首先你收集证据吧，然后呢你立案吧，开庭吧，这个过程还要调解吧，没有1年下不来。而且原则上现在第一次你去申请诉讼离婚，原则上都不判离婚。那么你走2次，不就2年过去了吗？而且现在的民法典里头也有规定过去规定，比如说规定婚姻存续期间，如果判决你这个不许离婚，过去的规定是半年之内不许重新诉讼。现在呢，民法典就已经规定了，要规定为1年，也就是说，法院判决你们双方不能离婚，那你1年之内你都不能再重新申请离婚了。那么你可以看到了吗？就整个民法典它体现的精神就是加大离婚的难度。
那包括这个离婚冷静期制度啊，也是如此啊。那么为什么要加大离婚的难度呢？那这里头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就是中国的离婚率啊，这些年数据一直在飙升。我这里有一组数字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中国的2000年的离婚率呢是0.96%，到2020年的时候呢是3.1%，2019年的时候更可怕啊，就到了3.5%啊。这数字大家可能听起来比较小啊，但实际上的数字，因为这个离婚率本身的统计口径问题，大家可能会被这些数据呢很迷惑。那我这里要跟大家讲一下，就中国的离婚率最近几年已经是全世界的第1名，排名第1，就离婚率最高的国家。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具体的离婚数字啊，中国2013年它的离婚数字是130万对儿，这数字还不算特别高啊。但是到了2019年的时候，就飙升到470万，就这一年呢，离婚的数据啊。到了2020年的时候略有下降，因为有疫情嘛，都给关到家里头了，你想离也离不了，对不对？降到了373万。那么到了2021年，离婚冷静期制度开始实行的时候，一下子就降到了283万了。那你可见这离婚冷静期的制度还是有效的啊。那么你也可以知道，就是中国的这个离婚数据之高，就是整个离婚率之高，对吧？那么离婚冷静期制度也包括诉讼离婚的难度门槛的增加，其实都是为了防止中国过高的离婚率。因为过高的离婚率在现在很多省份呢就已经超过了50%，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每登记一对离婚的，同年就有0.5对就离婚的。那这么高的离婚率嘛，那么政府可能看来这是个社会问题，于是要控制离婚率。这社会管理啊，有的时候啊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啊。如果你要是头疼医头啊，脚疼医脚，往往呢就像一个跷跷板，你把这面压下去了，那面就会升高了。你就比如说离婚率这件事情啊，在2021年啊，中国实行离婚冷静期制度之后，离婚率确实是下降了。但同时我们发现啊，这结婚的数字也在大幅的下降。你就比如说啊，2013年的时候，中国登记结婚数字呢是1347万对，到2014年的时候就降到了1200万。到了2022年的时候，这个结婚的登记数字已经下到了683万对，连续9年下降。2023年的时候，由于疫情刚刚结束，有一个反弹到了760万对。今年很多人都预期好像是还有一个反弹，但没想到今年上半年的结婚数字是343万，又开始大幅下降了。因为按照过去的统计规律啊，上半年的结婚数字都是高于下半年的。那么今年全年预估这个结婚数字也就是680万对，一下子又跌到了2022年左右的水平。那么紧接着还会继续下降啊。那么如果大家都不结婚了，你防止大家离婚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你就看到了整个社会的系统管理，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程。那么我们紧接着就要问了啊，那年轻人想结婚就结婚，想离婚就离婚，你政府干嘛要管那么多呢？我就不结婚了又怎么着呢？在我看来，政府之所以希望大家都去结婚，不要离婚呢，有2个方面的背景。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从社会稳定的角度去考虑的。你就比如说中国的刑事犯罪率，刑事犯罪的分子中间，你去可以看一下啊，就大部分刑事犯罪分子，尤其是一些反社会行为的犯罪分子，这些人多数的特征都是中年男性，离异或者是根本就没有结过婚。那么这些男性啊，他如果要是没有结过婚，或者说结婚之后离异了，他往往成为一个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大家还记得前一段时间，你那在东北不是砍外国人的吗？也包括那前几天苏州砍日本人的那事情，你发现了吗？都是50岁左右的男性。我听到的消息啊，都是没有结婚，或者是结婚之后离异了。那么这种反社会的这种人格的形成啊，它跟一种没有家庭社会支持的这种背景有关。因为一个人嘛，他如果缺少了这个社会的最基本的支持体系，那支持体系最基本的支持体系是什么？就是家庭嘛。你有老婆有孩子，那么这个人就有牵挂了，他有责任感了嘛。如果他没有家庭没有孩子，他可能就会报复社会。你想想，他拿刀去砍那个小学生，那正常人是做不出来的。如果你有孩子，你怎么可能做出这种行为呢？但如果你没孩子，你可能就会觉得，那凭什么我没有，你们都有呢？他反社会行为就容易在这个基础上迸发出来。所以从社会稳定的角度来讲啊，你们如果都结婚了，社会稳定度就提高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
当然了，那如果是结了婚，不容易离婚，那家庭内部的矛盾怎么办呢？家庭内部矛盾你们就自己去解决。比如说你家暴，家暴也不能随便离婚呢，是吧？你看前几天那内蒙古不是出了一个案子吗？那夫妻双方由于感情破裂，那丈夫在外面跟一个小三同居，结果呢，他老婆就申请跟他离婚，离婚呢就离不了啊，在中国离婚很困难的。我们刚才不是讲了吗？诉讼离婚你可能也得花2年左右的时间。结果后来她那个丈夫跟他那个同居的女友，把他那个3岁的孩子就给虐待死了。直到这个事情的刑事案件发生的时候，这2口子离婚都没离成。那么就是有些家庭矛盾，甚至家庭内部的这种所谓的犯罪成本，就由家庭本身来承担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啊。第二个背景啊，其实呢，就是因为中国的就是这个生育率在断崖式的下跌。那么政府希望通过让你们去结婚，然后赶紧让你们生孩子嘛，对吧？这里头呢，在讲这个背景之前，我再给大家补充一个信息啊，就是中国现在啊，终身未婚率比例仍然是比较低。比如说在男性中间，这个比例大概是3%，女性呢就只有0.27%。就中国的社会这个文化氛围里头啊，还是认为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就是这个观念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你去看一看其他的国家啊，你比如说日本，我所在的日本啊，这日本现在男性终身未婚的比例啊，已经高达17%，而女性呢也高达7%，就是加起来20%几了吧。也就是说，每4、5个人中间啊，这一辈子他就没结过婚。所谓没结婚的比例制定的标准呢，是你到了50岁还没有完成初婚。所以在日本这个社会中间啊，这个你到了40、50岁没有结婚的人那是比比皆是啊。那么这个观念的完成，仅仅就是用了1代人的时间，20年的时间。就是20年前日本社会还不是这样的，大概这个比例就只有4%左右，现在一下子飙升到了20%。那你想想，那如果这个社会中间有1/4的都不结婚，那他就更谈不上生孩子了嘛。所以日本要想解决少子化的问题，他恐怕首先要解决怎么让这些年轻人结婚的问题。那么在中国来讲，政府之所以希望大家赶紧去结婚，就是希望避免走向日本这条道路。如果要是结婚不容易，离婚也比较方便的话，那你想想，大家不都不结婚了吗？所以就希望通过这种方法赶紧让你结婚。那让你结婚的目的之一，就我们刚才讲的啊，就希望来提高这个出生率。出生率我这里再给大家补充一个数字啊，我过去也讲过啊，中国的新生儿的出生数据现在已经跌得惨不忍睹了啊。2023年呢，中国全年出生的新生儿的数字呢是902万啊。那么如果我们倒退7年，在2017年的时候是多少呢？是1883万，也就是用了7年左右的时间，中国出生的新生儿出生数字整整下降了1半。那这个下降的数字在全世界各个国家里头应该都是绝无仅有的啊。那么大家都知道，现在中国已经开放了2胎，开放了3胎，但其实大家就是不生。那么有人口专家来估计啊，大概再有个5年到10年左右的时间，中国的新生儿出生数字有可能会跌到500万区间。那你想想，那中国这个人口的这个人口结构啊，就会变得更加的陡峭。那么整个社会问题、养老问题啊、劳动力就业问题啊等等啊，就会层出不穷。所以政府现在也着急了，着急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希望大家赶紧去结婚，然后结婚之后赶紧生孩子。那么这个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的背景，也包括呢民法典婚姻家庭关系的背景就在如此。那么紧接着我们下面要问的问题是，就是这样的一种婚姻登记制度啊，有没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前面那个问题啊，我觉得社会稳定的问题我就不讲了，我觉得它肯定还是有一定的效果的啊。那么如果大家都结了婚，确确实实会减少犯罪率。但是后面这个问题就是说，他要想解决这个新生儿的出生问题、出生率的问题，在我看来啊，这个方案呢，几乎是不太可能有什么有效的办法。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分析一下啊，就是传统社会为什么大家都拼命生孩子呢？那是因为传统社会里头啊，就是整个养老体系它是非社会化的，都是由家庭来完成的。所以呢，你为什么要生孩子，尤其是生儿子呢？其实生儿子相当于储蓄，就是将来你老的时候，你干不动的时候，你孩子来赡养你嘛。就是这个赡养工作是由来家庭完成的。但是呢，如果一旦这个赡养通过社会化的之后啊，家庭的赡养功能结束之后，那是养孩子是很辛苦的。所以人的这个生育观念必然发生变化。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为什么这些工业化国家里头人都不愿意生孩子呢？就是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啊，人们的这个养老就逐渐的由家庭转移到了社会，有退休金了嘛，不需要孩子来养老了嘛，所以养育孩子的那个动力一下子就下降了。更何况在性别上来讲啊，这个养育孩子的成本主要是由女性来承担，但是收益呢可能是男性的，或者是整个社会的。所以对于女性来讲呢，进入到工业化社会之后呢，她尤其不愿意生孩子，因为如果女性也要进入到职场，也要面临晋升变成职业追求，那你想想，如果你生2、3个孩子之后，你的整个职业过程连续被打断，你还可能有一个比较好的职业发展吗？不可能的。所以对于女性来说，她如果要是以事业为核心，把事业作为自己人生的目标，那生孩子对她来说确确实实是一个负资产。就是生孩子本身的收益可能是社会来获得的，但是成本却是家庭和女性来付出的。所以其实你可以看一下，进入到工业化以后，许多国家的这个都面临少子化，大家不愿意生孩子的问题。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很多国家也开始采取一些补偿措施，就比如说你生孩子，我给你发奶粉钱。你看日本，你生一个孩子，孩子在18岁之前，每个月给你发15000日元或者1万日元，然后就给你一直补贴到你这个成人为止。就是补贴嘛，还有这个小孩所有看病都免费，再其次上保育园不要钱，上幼儿园不要钱等等，这其实就是给这个家庭进行补偿。就是说你生育了孩子，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价值，那你这个成本就不应该仅仅由你家庭来承担，我们社会也要给你一些补助。这其实就是整个这一套政策的这个背景或后面的理由和逻辑。但说句心里话啊，效果并不是特别好。你去看日本。日本其实保育员几乎是不花钱的，也包括就发奶粉钱啊，孩子看病都免费啊。但是日本的出生率仍然非常低啊，远远达不到这个代际更替的水平啊。这出生率大概也就只有1左右啊，每年净减少的人口大概是50万左右啊，50万到60万左右啊。所以日本其实这样的一个补偿措施也仍然没有达到这个激励大家去生育的目的。那么在我看来，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啊，从长远看，可能要改变一个思路，就是说你现在要想让我们所有的这些年轻人再复归到传统家庭那个观念已经不可能了嘛，因为中国现在也基本完成了工业化。那么你只要过去那个大家族的也在逐渐的瓦解，然后你的社会保障体系也在慢慢的建立你其实也不是在靠家庭内部来完成这种代际赡养了嘛，这是回不去了。那么现在西方总体来讲有一个发展方向呢，我觉得是可供中国去借鉴的。什么呢？就是把这个婚育，就是把这个生育行为跟婚姻行为逐渐的分开。因为过去那样一种非常严格的婚姻制度其实也是农耕文明时期的产物。到了现代社会，人们有更多的选择了。你比如说，在欧洲现在很多国家，年轻人在一起，他不仅仅只有婚姻一种形式，甚至说登记结婚已经变成了一种少数选择。你就比如说拿瑞典来讲吧，年轻人现在最终走到领证这个阶段的大概只占17%。那么在这个17%之外，那么他们会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呢？一个呢就是同居关系，就2个人共同在一起生活，共同负担这个居住成本，比如说房租共同负担，然后生活开支共同负担，同居嘛，对吧？那么如果你要是觉得同居这个还可以更亲密一些，你可以到民政机关登记一下，双方是伴侣关系。那这个伴侣关系现在在瑞典差不多年轻人中间占到49%，而这个同居关系呢，大概占到24%，而真正走进婚姻殿堂的大概只有17%。因为你进入到婚姻殿堂以后，你将来所有的财产，如果是离婚的话，就要按照均分原则。但是如果你要是同居关系或者伴侣关系，那其实你将来离婚的时候，或者不是说你分手的时候，你分配的财产就仅仅限于你们这个租住的这个房子，或者买的这个房子，或者说你的家用电器，你双方其他的账户里的钱是不涉及的。那也就是说，双方在一起生活他所处理的这个关系要比婚姻关系简单的多。那在我看来其实这样一种相对多项选择的方式可能是未来发展的方向，不是仅仅只有婚姻一种方式才是唯一的选项。那么我们回到中国在我看来，中国现在应该迫切的是需要制定一部同居法。
而不是说让大家赶紧去结婚，把大家都驱赶到婚姻的殿堂里，然后驱赶进去之后啊，让你想办法你再离婚很难，比登天还难。那你想想，大家看到这种情况下，那我就不结了嘛，对不对？但是中国现在的社会啊，你不结婚，你要想生孩子还比较难，因为你要是不结婚生孩子，你上户口啊，或者说上学呀、等等这方面都受歧视。但事实上，如果有一部同居法，你把这个伴侣关系，尤其是伴侣关系或者同居关系生育的孩子，跟婚姻关系中间生育的孩子啊等同权利，那其实这个问题相对来说就比较好解决了。所以啊，在我看来啊，这个婚姻登记条例它其实面对的社会问题大家都看到了，但是这种解决方案，在我看来可能不会起到那种有效的效果。真正需要改革的还是民法典这个上位法对整个中国的婚姻家庭关系要做一个相对根本性的调整，以适应时代的发展。我说句心里话，传统的那种家庭关系或者说婚姻关系随着时代的发展，可能必将要走进历史。而这种新的不同形态的这个双方共同建立的亲密关系的形态，才是现代社会多元社会中间的必然选择。如果要是朝这个方面的改的话，或许还有可能促进这个多生育，生育率的提高。否则的话，生育率的下跌，恐怕这个趋势是难以改变的。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咱换个电视看不行吗？光看这个了。哎，我的俺家怎么事这老头？爷爷抱抱，现在好抱抱，爷爷抱抱。怎么就一根筷子？一只筷子不能吃啊？一只筷子怎么吃啊？那你以后一个人怎么生活？谁呀？狗来讨饭的。大过年的，这狗来讨饭，这口饭吃啊！妈，确实是狗，真晦气。小孩的工作压力大，挣不到钱。你说现在谈恋爱的成本多高？再加上他们这一代上有老下有小，怎么承担得起？不要讲他们这一代了，连我们这一代现在想想，哎呦，不结婚，不要结婚，大家省点事情，安安生生的，自己挣钱自己花。就是您觉得结婚有什么好处？这不没好处。没好处？为什么？为什么？累呗。就是没有太大好处。如果有什么问题，后续比较问题很麻烦嘛，你结婚离婚的手续很麻烦。网上有这么一句话，如果你要不结婚的话，你知道你上辈子欠谁的。遇到合适的时候就结呗，感情这玩意儿慢慢一点点培养。那咋整啊？吵架就先离婚，孩子财产慢慢分呢？我让你大哥结婚这么多年，对你没有影响吗？我大哥曾跟我说他后悔结婚，羡慕我单身。不结婚没有孩子，你感觉到老了不上敬老院吗？那你看那些有孩子的，不也上敬老院了吗？我咋说？那你没话就别说了。也不一样，感觉有啥不一样啊？你不结婚，他不结婚，人类不灭绝了吗？恐龙也生孩子了，恐龙不也灭绝了吗？那我们这年龄谁不想抱孙子？你们这么想抱孙子当月嫂去呗，又有孙子又有钱。哎呦我的妈！那也不是自己的血脉，它不一样。妈呀，那现在多少结婚的还二婚呢？完还得养人别人的孩子，那也不是自己血脉，养的也挺好。哎呦我的妈！说你了，你们都结婚了，那结婚有啥好处啊？